这种柏树素材加工制作的痕迹太重，下端留得太长，拉弯形成的圆弧在一个水平面上。最主要是拉弯点制作太高，主干形成上粗下细，重心上移，产生头重脚轻的效果。对这种装材不要急于造型，先对主干做一次重新定型培育，把树桩主干倾斜，重新培育，不要弄散土团，也不要对树根进行修剪。定型的时候要首先考虑根盘，把树根尽量的露出来，将主干的直立点降低，也就是把这个人工弯降低，这样会使重心下移。重新定型的重点是改变这个人工弯，形成一个上下有变化的弧度，主干向左，上部的枝条不动，改变这个点的方向。柏树在改造过程中，主干最好不要开口拉弯，那样会破坏它的水线。柏树破杆拉弯愈合后，会形成弯曲变化的水线，而且凹凸分明，骨感更强。对一些过粗的杆，可以进行十字开口拉弯。拉弯定型前，先把拉弯点拉松，包上胶带做好密封，一定要缠上布条，热力后产生横向线丝，要影响以后水线成型的效果。把这个点压下去，缩短与根盘的距离。柏树的韧性强，对一些过粗的杆，中间可以加粗铝线，增强杆的定型力度，也可以防止拉弯时皮层断裂。像这种嘎弯，操作时用力均匀，皮层一般不会断裂。调整过程中，这两个点最好不要在一个水平面上，这是拉弯的目标。拉弯之后，要使主干形成上下起伏的变化，调整一下成型角度。定型要从多方向观察，不要从一个面上去定整个造型，要为以后的造型过程多留余地。主干定好型，再对出子定位。盆景造型很难有一次成型的，造型的过程短则几年，长则上10年。成型是由养桩培育、定型调整、上盆制作等等一系列操作组合而成。每一个过程之后都得有充足的恢复时间。一气呵成，除非是遇到造型天成的专才，否则就会承担失枝甚至整树枯萎的风险。对这个主干定好型进行放养。像这种有创伤的桩材，伤口愈合前不要施肥。我在很多视频中提到这个问题，施肥会增加树叶的浓度，很有可能会因树桩供氧循环变慢产生失枝。像这一盆，先在散射阳光下养护1个月左右，等根系恢复，再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。柏树喜潮湿的环境，通风一定要好。到了高温季节，柏树会有短暂的休眠，废掉针叶，养护中要适当的遮阳。我是三学农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